霸主庞培到底是被强行降智了，还是自己识人不明呢？为什么谈判时表现出来的手腕，后来被卢修斯欺骗却毫无察觉的表现有些割裂呢？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细节来看。首先，庞培并非对卢修斯的所作所为毫无察觉，我们看这段谈话就能知道，给卡里东下绊子这件事，庞培是知道卢修斯指使莫尔斯的，但是庞培对此只是简单敲打了一下卢修斯，还是以教育为主，指出外环最大的利益所在，那就是要保证油井的安全，这是所有机车族、所有外环人民的命脉所在。同时，庞培也已经知道卢修斯已经跟市里的企业有往来了，这里咱们站在马后炮的角度，庞培应该直接处理掉卢修斯，但实际上，即便庞培知道卢修斯和内环的公司勾结，又如何呢？大家同为外环人，不会真有人会勾结以太公司引狼入室，目的竟然是把自己赖以生存的油井给炸了吧？不会吧，不会吧？还是正常的脑回路限制了庞培啊？然后现实中这种带路党投降派其实比比皆是啊，卢修斯就是这种典型的二鬼子。而庞培对于他们这个二把手卢修斯其实还是有期待的。看这里，庞培希望卢修斯能服众，那就是希望卢修斯来当接班人的。而且正应了庞培对卢修斯的评价，容易急功近利，聪明反被聪明误。卢修斯看似聪明，实则和巴尤米莫是一个水平。公司没来钱，外环是机车族当老大，公司来了以后还让机车族当老大，那这公司不白来了吗？这个卢修斯还在这做梦，公司来了以后还想建立他自己的王国，到时候估计给公司当狗还得看人家的脸色。反观庞培看似愚蠢，死守着道义，实则这才是真正的明智，因为只有联盟稳固，油井安全，其他利益大家才能去争。联盟不稳，油井出问题，大家再也不用争什么利益了，直接一起完蛋。还好主角团凯撒这边还能顶住，要是被卢修斯一起搞掉，那联盟破碎，油井爆炸，这外环就真的完蛋了。这就是带路党啊！1.2的剧情呢，就是这样一个经典的王道剧情，老套但同样热血精彩。就是短了点，但时长所限也没办法。有时候呢，好人被害并不是因为他傻，反而是因为太明智，想象不出傻子的脑回路。好了，我是谭磊，今天咱们小小的剖析一下庞培和巴尤，不是和卢修斯的这段故事啊。如果你觉得还不错，不妨来个3连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